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笔记站。今天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最近有没有胸闷，走一下就喘，手麻、肩膀酸，甚至觉得心脏忽快忽慢？如果有，请务必把今天的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你现在感觉到的这些小不舒服，可能是心脏正在偷偷告诉你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很多长辈都以为胸闷是胃酸逆流，肩膀痛是误时间，喘是退化或太累，但在临床上，我看过太多案例，他们前面都是小症状，后来突然中风、心肌梗塞，被紧急送到急诊。心脏问题最可怕的就是它很少痛，但一旦痛就是大问题。今天我会用最简单、最生活化的方式带你看懂6个心脏最常见的早期警讯，还会分享临床真实案例、危险度、什么状况不能再拖等等。如果你有三高、心血管家族史、抽烟、睡不好、常熬夜、压力大，一定要听完这一集。大部分人以为心脏问题一定是痛得不得了，但其实心脏真正危险的感觉不是痛，而是闷与紧。你可能会觉得胸口像被石头压着，深呼吸没办法吸满，上楼梯胸口就不舒服，天气冷时胸会紧。很多人会以为是疲劳或胃不舒服，但其实这是心绞痛的典型征兆。我曾有一位病人，60多岁，每天早上固定会胸闷5分钟，他以为是空腹，是胃酸逆流，结果有一天早上胸闷变成10分钟，他才来急诊，一检查是心肌梗塞前兆。心脏的血管在堵塞时就是先闷，等到真的痛，通常代表已经严重缺氧。所以我常跟病人说，胸闷是心脏最早、最真实的求救方式，不是痛才要看医生，胸闷更要看。很多长辈常说，医师，我最近好像越来越没力，一点点动作就喘，这非常典型，而且非常危险。你要注意这几种状况，原本能走10分钟，现在5分钟就喘，上楼梯变得特别辛苦，躺平会喘，需要2颗枕头，睡到一半被喘醒，接连好几天都觉得胸闷加喘，这些都是心脏衰竭、心脏无力的征兆。心脏是一台帮浦，当帮浦力量变弱，血液回不去，水分就会积在肺部，造成呼吸困难。有些人以为是肺不好、感冒、气喘，但其实是心脏在退化。临床上很多人喘以为没什么，结果心脏功能只剩40%甚至更低，越早发现越能避免恶化。心脏的神经分布很复杂，痛觉有时不会直接发生在胸口，而是转移到其他地方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左手左臂麻痛最典型，肩膀酸痛但不是动过头的痛，下巴痛、牙痛但牙齿没问题，背痛、上背酸但不是肌肉痛，手臂发酸沉沉的。我最怕的是左手麻加胸闷，这经常是心肌缺氧的早期讯号。我遇过一位50多岁男性，每天左手麻，他以为是打电脑滑鼠手，结果某天麻得更明显，开始肩膀也痛，送到急诊时，心脏血管已经堵了90%。心脏问题不一定在心脏痛，这点一定要记住。心律不整是非常常见但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。你可能会觉得心脏突然跳很大力，感觉空一拍，坐着没动也会心悸，睡觉时胸口跳得很快，心跳忽快忽慢。最重要的是心房颤动，这是最危险的心律不整，会让心脏像在抖，不是正常跳动。心房颤动最可怕的是容易形成血栓，导致脑中风，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，只觉得心跳怪怪的。长辈如果有心悸，不要忽略，不要拖。心律不整不是小问题，你有没有这些情况？晚上脱袜后有一圈勒痕，小腿浮肿，按下就会凹，走路一下脚更肿，一整天下来鞋子变紧。很多人以为是站太久或吃太咸，但其实脚水肿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心脏无力，血液回流不足，心脏力量下降，
水分会从血管跑到组织里，所以脚就肿了。尤其双脚一起肿的人，更要小心是心脏问题，而不是单纯淋巴不通。心脏是全身的马达，当马达变弱，身体就会开始电力不足。你可能会出现一般小事也觉得累，以前能走的路，现在觉得好远，起床没精神，一天比一天没力，头晕，眼前一片黑，躺着也觉得喘。这些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慢性警讯。心脏问题最可怕的不是突然发作，而是它会慢慢坏掉，坏到你不以为意。医师教你，心脏最需要的3件事：一、控制血压。心脏最怕高压，高血压会让心脏肌肉变厚变硬，长期下来就会心衰竭。血压一定要维持在130/80以下最理想。2、每天走路20到30分钟，循环改善保心闭锁。走路可以改善血管健康，提升心脏效率，这是所有医师一致推荐给中高龄的运动。3、饮食少油、少盐、少糖。心血管3高是最大杀手：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。只要3高控制好，心脏问题下降一大半。心脏是最沉默、最辛苦，也是最忠心的器官。你每天忙，每天累，它从不抱怨，但当它真的撑不住时，就是大问题。如果你最近有胸闷、喘、左手麻、心悸、脚肿，一定要正视，不要觉得休息一下就好。心脏问题真的不能拖。留言告诉我，你最近有没有胸闷或心悸的情况，或家里有人心脏不舒服，我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判断。订阅健康笔记站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节会继续分享更重要、更实用的健康知识。